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好，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世坚，谢玉错，大家晚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个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检方侦办的进展，那到底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但你可以确定一件事，那个脚步非常非常快。那3不5时就提讯这个提讯那个，最多到目前为止提讯冠军是彭振声，好不好？前台北市副市长8次，你可以想象，等于是隔不了几天，北检就提一次。提示为什么呢？是因为过程当中有太多东西要相互稽核吗？而这所有的相互稽核出了什么东西呢？那如果照黄国昌总召讲的北检啊，你如果要是到严压，你如果真的想要严压，你有这个脸皮吗？那如果一起2个月来算的话，那个时间越来越近，那到底未来会是什么一个状况？所以一善现在真的看起来的话，北检这样的传讯法，包括彭振声啊、李文忠也2度传讯，所有这些看起来的话。那应该会有到一个段落就要有一个结果嘛？没错。好 ，OK， 好，那大家只是在讲说，包括媒体讲会不会下个礼拜就是会是一个关键的时候，到底会延压还是会起诉还不起诉？可是这所有里面，大家也在等一个人，对，不是因为咖啡等一个人就一直等。橘子真的不回来吗？橘子据传说不回来了，但是我觉得打一个问号，因为橘子真的没有必要被为柯文哲卖命成这样子，因为他才37岁啊，未来还有40-50年，柯文哲顶多被关30年啊，也就差不多人的寿命就到那时候嘛。但是你不是你是很久的青春，很久的前程，都要被为柯文哲你如果要终极的话，这件事情所谓流浪在外国嘛，流浪在日本啊，不管还有其他国家，所以还是呼吁橘子出来面对这个事实。因为橘子的重点，我都觉得不是在所谓的证据，因为证据我觉得在 USB 被破解之后，而且被勾稽之后，其实证据已经非常的充足。但是重点在于，我们都说有犯罪的证据嘛，还有犯罪的所得，而犯罪的所得要追回来的话，橘子可能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所有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柯文哲指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橘子共犯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橘子有没有必要为了柯文哲流浪在国外这个还是呼吁，其实你现在是证人的身份，赶快回来作证。而柯文哲所谓的检联要查的比较多的是他的金流的去向，而不是说这些相关的证据的问题。因为证据在所谓吴宗宪的跟柯文哲的对话这个是我们的伟汉讲的这些事情里面说。USB 会被破解一定会被破解。破解了之后会怎样？一定会被勾稽嘛。而检联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报道，就在勾稽这相关的事项嘛。在勾稽的过程里面，一堆商人、一堆幕僚就很无辜嘛。为什么？他可能在1500小审这个前面的5个，后面的5个，因为我要证明所谓的1500小审是前这件事情，我必须得约询前面的跟后面的。说真的，如果只有11个商人。也不用 USB 来记在脑子就好，所以一定那个所谓的 Excel 档不止15个、10几个嘛，一定一堆。但是我只约了前后，而前后的目的在证明1500小审是金钱而非时间嘛。而这个为什么要勾稽这个时间？那为什么又要约询彭振声？约询了8次，可能前半段叫做约询彭振声，要图利罪的部分，要巩固图利罪的事实嘛。那另外金流的部分跟彭振声有没有关系？他也不是用所谓的收受贿赂罪被起诉他用图利罪被起诉。但是我在勾稽的过程里面，我要应对的叫做在时间点上面跟市政府的行政思维有没有对价的关系，所以我还是得约彭振声最清楚嘛，到底柯文哲有没有在那个相关的金流的时间点指示你办了什么事情，所以必须得约询彭振声。而约询另外一个叫李文忠嘛，那李文忠跟1500小审有没有关系？我们就想到了李文忠是什么的董事长？是众望基金会的董事长。而1500小审在什么时间点发生的？叫做2022年的11月1号。11月2号就成立了众望基金会资本额，我们不讲资本额了，基金会都要有一个母金嘛，母基金叫1000万嘛，所以问李文忠说，你这1000万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1500小审里面的1000万拿到成立这个基金会啊？因为时间点实在是太接近了嘛。那问彭振声什么事情？因为前面的时间发生什么事情？所谓的11月18号。
所谓核发的所谓的那个建造嘛，核发了所谓的金华城的建造，在11月18号发生的，11月19号是动土嘛，跟11月1号的时间点非常的接近。我刚才讲错的是10月18跟10月19，这个时间点跟11月1号的时间点非常的接近，是不是因为你核发了建造，我就给你的这笔所谓1500万的钱？如果在时间点这么接近的情况下，金额又是一个金额大数目的1500万的金额，而且跟时间点对得上，而后来这笔钱拿去成立所谓的众望基金会，而众望基金会又是柯文哲可以全权掌控的情况下，那就是一个收受贿赂的所谓的铁证如山嘛。所以为什么要去勾稽这相关前后的时间点？为什么要去询问所谓的彭正生跟李文忠？我觉得检联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因为提讯彭正生的次数太多，8次。然后彭正生的角色，在很多人都要讲说，这里头他是要去巩固土地的这一块吗？因为收贿这一块，好，如果假设有人要讨论这一块，我们假设有的情况下，你觉得柯文哲没事会跟彭正生讲这个吗？要不要收贿？要不要什么？彭正生能不能证明说，好，就是那块土地的那块，柯文哲之间跟你有没有翻译联络，有没有指示，有没有什么？也许要巩固那一块。但你很难想象这一块如果有要讨论这些，为什么要去跟彭正生讨论这些？他只知道他有没有，那他一定会知道柯文哲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提了8次之多，这8次其实你去问所有那些包括检察官，大概都会觉得这么密集的提讯，一定有他的一些道理在。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刚才一善讲那话是，橘子为什么到现在对于所有的事情都不回来？2个问题，第一个。橘子在这里面一定扮演了某种程度，因为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嘛，不要说不回来也没有发生，他是不是一定有一些的角色，只是不知道这角色有没有涉及犯罪或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橘子也不回来，连一个声明都不讲，那这就是更令人起人疑窦的一些东西。可是刚才一善还讲另外一个，就是小玉，请问一下，是那阿北去问吴宗宪。他以前是检察官嘛，对，现在是国民党立委嘛，对，说那个什么 USB 如果被扣，会不会被破解或什么？这件事情理论上只有2个人知道嘛，因为伟汉是讲说在傅昆萁的公祭，总招对他母亲在告别式公祭嘛，那理论上2个人知道，一个叫吴宗宪，一个叫阿贝，对，阿贝不太可能讲嘛，现在。那是吴宗宪吗？可是这个新闻出来到现在，吴宗宪好像没有发生。对，因为我今天遍寻新闻查不到，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是伟汉在有台的那个节目爆料的一件事情。对，我跟你说，吴宗宪对这件事情最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出来讲说没有子虚乌有，阿北没有问过我这些东西或什么，但他没有针对这件事情讲话。对，没有。但比较特别的是啦，我猜伟汉应该是有跟吴宗宪讲啦。对，以伟汉的个性，还有他对新闻这个，他应该是有求证过一些东西。对，这不就2个人不就柯文哲讲，不就吴宗宪讲不柯文哲不可能讲，那就一定是吴宗宪讲啊。那还原那个场景啦，反正意思就是说，当时这个柯文哲不是有跟一群人，黄国昌啊，他们都有坐飞机，然后去花莲去参加傅昆萁母亲的公祭。那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那这个应该就我来讲，在飞机上啦。好，就是还或者是说在那个路途当中，他就是一直在问吴宗宪，一直抓着他，在问这个 USB， 意思就是说，如果 USB 被破解了会怎样？他就好像很紧张，说那是他无保请回的那个时候。公祭是有无保请回前还无保请回后？对，公祭是无保请回后，所以他 USB 已经被收了，对啊，所以才因为当天就全部都收光了嘛，是，然后后来是无保请回，然后结果后来去参加公祭，所以是无保请回以后。那他问的内容也很有趣啊，他问的内容是说 USB 如果被破解了会怎样？那代表说你 USB 应该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所以吴宗宪应该有 sense 到这一块，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一直要问这个 USB 被破解会怎样啊？没有怎样啊，就金流就出来了啊，就不是时间啊。所以说，我就现在看起来勾勒出来是这一块嘛，哈。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说你彭正生为什么要提他8次？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话，因为彭正生柯文哲是指派他当金华城的 PM 嘛，对，所以代表说他对金华城的这个来龙去脉，他最重要的关键证词会讲说，所有事情都是柯文哲指示我的嘛？到底要不要放宽这个容积率？柯文哲想必一定推给彭正生，那彭正生一定回推回去说我是奉交下，所以就是到底是谁才是这件事情？可是这块还是在图利的这一块，对图利这一块嘛，对。但是巩固图利这块是很重要的嘛。约8次吗？
要约8次。你可以说这个问题有需要问到8次吗？1次而已啊因为同样的，昨天不是有提讯柯文哲，对然后他没有拒绝，对他有去，然后去了以后，如果照媒体今天的报道，市长是问他说，那你是不是有1500万，然后跟那个20%的容积，是不是这之间有对价一些关系？这个问题要问吗？他一定跟你说没有啊，所以你看今天没有新的新闻出来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奇，昨天提讯柯文哲怎么没有一些相关的新闻出来？他就是没有，所以看得出来就搞不好有还没放出来而已。好，那回过头来讲到橘子啦哈，就橘子就是昨天我有去看那个就是那个《镜周刊》的那个记者啊，那个我们很资深的这个司法大哥，他有爆料，他说橘子啊其实不是大家想的8月27号落跑，他说他是8月29号跑掉。应小薇是8月27，对不对？然后你看应小薇跑了之后被拦截嘛，然后再来是沈庆金跑，沈庆金跑也被拦截。然后那个时候呢，就那个司法的这个记者讲说，当时柯文哲觉得不对劲，所以他就叫那个橘子叫他8月29号就赶快跑，而且赶快买，也是一样，就是赶快买机票就跑。然后顺便交代说钱要保管好啦，还有 USB 啊，就整个带走。还不是有教他说什么去党部搬钱，就类似这样子了哈。然后所以你看8月29号，所以这个橘子不是在应小薇前跑的，是应小薇之后跑的。然后跑了之后8月30号检调大搜索，对，所以。昨天他是讲的这一块了哈，好，那今天比较多新的是说，橘子这个角色哈，我觉得那个同事那个有人形容的蛮贴切的啦哈，他说不会想巴结他，但是会怕他。橘子这个角色哈，我觉得那个同事那个有人形容的蛮贴切的啦哈。他说不会想巴结他，但是会怕他。用到怕这个字啊，我觉得这个非常贴切。你看，因为她是一个37岁的女生嘛，那对一般人来讲，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想巴结她，议员也不会想巴结她，谁会想巴结一个？这个市长室的随行，你会巴结一个随行不会嘛？但是为什么要怕他嘞？那今天就说形容橘子除了不只是这个车手，不只是记账的，原来他是台北大学会计系毕业的，对，好，然后车手记账之外，原来他还是身负东厂跟锦衣卫的角色，哇，就是说他有今天你知道吗？你不要一开始就叫人家叫车手，好不好？哦，车手这个名称，他不是去搬钱的吗？搬钱不是车手吗？但没有人证明这件事，有猜了，所以你不能叫他叫车手。不是有那个嘉义的大善人，就说他把钱就看300万拿给，是不是有没有那个300万那一块？300万就交给他，对啊，政治现金的对啊，不是有那个大善人这样讲吗？对。那今天包括那个朗东跟青黄啦，都有接到，都同时公布一模一样的这个爆料，对他们2个同时公布这份的爆料，那就是里面哈，我看到有点瞠目结舌啦，我觉得有的像啊，可是有的我是觉得有点夸张了哈。他就说呢，这个爆料是说外界为了抓柯文哲啦，把橘子过度美化了哈。他说橘子就是告密者廖北亚啊，喜欢跟柯文哲乱打小报告，然后还会向议员来爆料哦，让议员在议会质询市长室的状况，以铲除橘子讨厌的人。这个我有听过了哈。好，那这个我就觉得夸张了。他说橘子会斗争市长室他不喜欢的机要秘书，还要让机要秘书无法刷卡进入市长室内，这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对，你是要怎样让他没办法进入市长室内？你是把刷卡机破坏吗？还是怎么样把他逼掉吗？对啊，这个易善你有听过？改密码他有设定密码的权限嘛？哇 ，OK， 好，权限这么高啊？我不知道，如果因为那个市长室后来被柯文哲改成密码锁，一开始是市长室公开透明，谁都可以进出的。好，这个好啊，那这个我是个人觉得有关，而且柯文哲对橘子只有包容忍耐，好还不敢夯一声。那还有啦，就是说这个也是重复，就是说他会跟议员乱爆料啦，哈，就是互相监督，然后就是把市长室里面的状况跟议员讲，然后议员来质询监督，去铲除他不喜欢的人。最后一个我觉得最夸张哦，他说呢，这个包括柯文哲啊，还会请教橘子。然后问橘子的意见，说谁可以升官，谁可以不适合升官？怎么可能？对，这个比较，这不太可能吧？这就 over 了啦。对啊，这有点 over 吧 ？OK， 好，这就是今天这个大家我们2个好朋友都有接到这样的爆料。但回过头来，就说橘子有个坏习惯，他很喜欢拿那个手机啊去偷拍，对，偷拍。那这件事情我也接到一样的爆料。其实这个媒体都有披露，就说受害的就是有受害出来讲，就是谢明珠嘛，就市长室的那个主任谢明珠，他不是自己还讲说他被橘子斗
斗到，这我们上礼拜讲过啊，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你是一个主任，你是办公室主市长办公室主任，对你被随行斗，结果后来是主任自己摸摸鼻子，然后说。竹包宽宽的搬到隔壁去，对不对？然后谢明珠就有讲到这个细节，他就说这个橘子喜欢偷拍，而且呢，他会故意去拍，譬如说他在视讯会议或去某种会议的时候，他就拍他那个眼睛闭起来的那个样子，然后就去跟柯市长说，他打瞌睡啊。对啊，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拍他去什么坐随护的车去洗头，就是很喜欢打小报告这样。那就我了解啦，就是后来那当然那个明珠姐她就觉得很冤枉嘛，因为你有时候你只是这样眯起来这样啊，你就说我眼睛刚好眨。对，那你要拍这种照片，其实真的很多啦。不是很容易啊，对啊，你知道对着明前拍10秒钟，他就闭起来。你看他上节目在睡觉。对，那个通告费减半。马上对，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后来我知道说谢明珠后来是有点心灰意冷，他就跟柯文哲递了好几次辞呈，因为他不想跟小孩子斗，大家也觉得你没必要，你一个其实是那个业界的文人，你干嘛跟一个小女生斗啦？哈，好，那另外呢，就是说今天也有议员出来证实，就说橘子已经拍到议员的办公室去了。就今天出来证实的是许淑华，许淑华说他也有被拍。对，那他喜欢拍是什么呢？那就我了解，他大概有几个目的啦。第一个目的就是说，他可能想要拍回去跟柯文哲报告，因为柯文哲他很喜欢听这些有的没有的，喜欢听八卦。但是你八卦你要有证据，他说证据了，证据了，所以他就你看那个照片啊，对，有没有你们前打瞌睡？嘿，对，就是这样，对。然后会睡着，所以他就是要有证据。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拍了之后会上网，他就有点网军的那个角色，他就会去公布说什么议员啊，这个是某某议员某某谁，然后叫网军去发动去斗争他，所以他的角色是这样。但是他有一次踢到铁板啊，就是说他去拍议员办公室，因为大家不知道他是谁，他个头小小的又比较低调，所以当时就被那个有一个议员的工作人员就发现，然后叫驻卫警来，就说你是谁，因为他就不敢讲他是谁嘛，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偷拍？是议员的办公室如果可以让大家走来走去，这还得了？像我们去市议会拜会，我们都还要换证那你怎么可以容许说一个人在还让你那边拍？就后来那个驻卫警来了之后呢，就是要把他带走。后来那个市长室的那个秘书就赶快跑来，就说他是市长室的人，然后听到市长室的人就帮他解围，所以。还有啦，就是很多啦，还有他就这个偷拍之后被人家反拍啦，就是当时他去2022年2月有没有去跟那个中国老板聚会有没有？跟企业有民众拍他们，对，民众拍他，然后这一张是他后来他很不爽，然后就去反拍了那个民众，然后那个民众心生畏惧去找议员，就说他担心柯市府会秋后算账，所以这一张是这个拍他们在5星级跟那个中国企业主密会的一个照片，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个人是有点感慨啦，我觉得如果柯文哲你都喜欢搞这一套，然后容忍下面在那边欧北部的话，那你的市政怎么会做得好呢？如果你刚刚讲因为市议员本来也在市议会嘛 ，OK， 那民间也是议员，所以刚讲那个橘子偷拍那，你们以前有耳闻过吗？有听过了，有议员以前有听过，有其他议员有在讲了。可是因为橘子很低调，大家也认不出来是谁啊。你们也不知道是谁啊？OK， 就认不出来说这是谁。刚刚提到说，就说他拍许淑华办公室，然后许淑华房间装潢的还 OK， 还不错啦。我过去我都会稍微瞄一下。可是你当一个人去拍的时候，如果是市府员工或市府的相关的秘书，可能警卫认得出来，知道是谁。就说因为大家不晓得是谁，许淑华办公室会以为说这我靠起来可能外面人摸进来要干嘛搞破坏所以会紧张，会跟警卫讲，大概是这状况。OK， 那科学家，我相信橘子进去到议会，一定是凭他的 pass。他那个身份，那就警卫给他进来了。因为我们议会这10年来一个相当严格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哪一位民众如果要进来要拜访哪一位议员有事情的话，那就登记，那你只能到那一位议员的办公室再来就必须离开。我跟你说，以您那时候以科学家著称，你跟柯文哲2个人对杠成这个样子，然后橘子没有拍过你没有他是公开的用另外一个方式。他当初要先拉抬他某一位助理上来的时候，那这一位助理有带着媒体当时有直冲我办公室，他要来兴师问罪说，我们跟他调这个资料他们已经答复了
为什么我们还一直纠缠这个问题？带媒体去啊？对，公开啊，那时候也造成新闻，也造成一个新闻，用来他意思是用来打击说啊，这一个议员我的王世坚已经对他这样死缠烂打一方面他是捧他那一位助理啊，那一位助理后来也很红了那但是我在想就是讲难听一点，这叫什么人玩什么鸟？你一个正大光明的市长啦，过去即便我任内几位国民党的市长，他们做的再怎么差，可是还不至于用到这样的方式啦。说放任自己的助理去到议会那边去收集一些情况拍一些照片，我觉得我这个实在是太不堪其耻了啦，这样子的事情。那我想，如果许淑华议员都已经出面说曾经有这样的事，那我相信是真的因为这个都调那个监视器的影带都还调得到嘛，所以我倒是希望说这个还是一样，就希望说民众党他们自己赶快翻页过去，因为柯文哲的这些事实经过已经如此的不堪，尤其下个礼拜，我想下个礼拜肯定是会对柯文哲严压的啦。光是看最近这些情况你觉得会严压，不会直接起诉？我认为还不至于，因为柯文哲已经拒绝检方提讯，已经拒绝2次甚至3次了。那这2次跟3次总是要有个段落，所以柯文哲是耽误了他自己的。说实在话，所以我个人判断是下个礼拜一定会严压他。那导致我为什么说我们整个社会要赶快翻页过去呢？因为这个他们的黄国昌、柯文哲压在里面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国家每年还要支付超过1亿5千万元政党补助金给民众党。那第二点，他们民众党还有8席立委，而这8席立委在黄国昌他要政治报复之下，他们一定是在立法院兴风作浪。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整个社会要赶快翻页过去，要赶快注意到说，民众党的兴风作浪确实延误了我们整个国家。阳明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柯文哲柯主席是在10月初的时候，那时候提讯他拒绝，然后这次他同意要出庭。我怎么会讲到说他同意要出庭？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你同不同意的，我就是要提你，就是要提你。可是因为他就是不来，那检方也没有办法说把他搞得很难堪，所以媒体上还有传说，是不是这次要先沟通一下？大哥，您这次愿意出席吗？还要先问过这些吗？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好，那一定是有中间大概有这样的一段。而橘子的角色，如果照你自己长期跑进来，你觉得橘子的角色，如果照刚刚小玉讲，那有很多角色都重叠在这个里头，连锦衣卫3个词小玉都用出来了。对，你觉得橘子到底在这里面是扮演什么角色？好，我们先讲就是说柯文哲，因为他过了大概16天的时间从他拒绝到他愿意大概这个16天发生什么事情北检那个叫。那个大传四方是不是大沙的？但也大差不多大传对，谁都被传嘛。是那个豪华证人团，对，这个我想这个阵容这个恐怕已经是富可敌国了。是那让民众党，我必须说这个社会的效应是很强的。我想这个阵容这个恐怕已经是富可敌国了。是那让民众党，我必须说这个社会的效应是很强的。那当然这个经过这么多的这个波折之后，柯文哲昨天愿意去接受提讯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嘛，就是说那是不是有一些就是看到检方这个侦办的手段，让柯文哲觉得我还是去面对好了啦。那我的了解是这样，这一次的传是有。就是说检方是有得到柯文哲说他 OK 了，他愿意了，那我就传你来，蛮礼遇的，因为之前检方还帮他说嘛，他说现在身心状况有疑虑嘛，那现在没有疑虑了嘛，就昨天去了嘛，就没有疑虑了嘛，那就是有一段就是说确认他可以来，检方蛮尊重他的，因为他那一次是他不愿意嘛，所以呢检方也尊重他，那这次就是说，那你现在愿意来了吗？愿意了那就我听到的版本是有这一段。好，再第二个我补充一下。刚刚讲到那个就是吴宗宪委员那一段因为这个东西在这个昨天就是伟汉哥他讲出来之后，在蓝军里面是有一些讨论因为在飞机上吴宗宪没有坐在柯文哲旁边，
哦，所以他们就在好奇说到底是怎么传出来。是，嘿，好，后来有一位国民党立委，我就不说谁了啦，他就还原，他说不是这样子，他说原话不是那样，暐瀚讲的内容有误。哦，那原话是什么？原话应该是这样，是柯文哲认为他是这样讲，他说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已经扣了 USB 了，对，那个新闻已经出来了。是，好，那所以呢，那时候柯文哲跟吴宗宪的说法应该是这个是另外一位国民党立委转述的，他是说他说应该是原句是讲他觉得检方会拿他的 USB 大做文章，不是怕被破解，是怕被大做文章。好，这一段是因为昨天暐瀚讲了这一段之后，他们国民党有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有人出来说不是这样，暐瀚讲的有错。那为什么吴宗宪自己不出来讲？因为我刚刚也问他说，那你怎么不出来？对啊，第一个他讲说那个昨天那些内容是胡说八道。第二个他说他没有必要让这个议题再继续烧。这就符合刚刚这个小武哥讲的法律人的这个逻辑啦。对，一般法律人比较这样，我不知道，法律人一般不太讲你经手过的一些事情，对，或是人家问过的一些东西，法律人基本上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讯息好。不过杨明刚刚讲的，我先让大家看，这个是在那天9月3号吴保请回那天，柯文哲他2度出门以后，他就直接讲这一段，他说不管是硬碟还是 USB， 全部搜索去。你知道郑文灿那个案子，那个是第2天就提抗告，为什么我都拖这么久？你知道他们应该动用所有力量，都在研究那些电脑里面的资料。那你们大概现在都动用全部国家的力量，很认真的在研究柯文哲。OK， 对，就有点类似你刚刚讲的。其实概念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他会拿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不是破不破解问题啦。USB 你被抄走了，都已经查扣了，对，那怎么可能不很容易破解嘛？怎么可能不破解？所以那个跟我讲的人是说，他原句柯文哲担心的是说被拿来做文章。那另外又有另外一个国民党立委，就是前几天跟我讲的，他说就在收押的前一天。也就是吴保应该就是傅昆萁告别式那回来之后他妈告别式的，他还打电话，就是说这位国民党立委还打电话跟柯文哲，等于说关心一下，问个好啦，就说你们这个状况怎么样？他说柯文哲都还是坚称他是清白的了，好，所以他觉得说后来隔天就被收押的那种状况，他会觉得说那柯文哲到底就是他很疑惑，就是说柯文哲讲的那么笃定，说他一定没有事啊，或者说他就是一副自己很清白，那为什么隔天还是这样收押？所以有一些国民党立委，就是他们是觉得说，那个跟柯文哲的那种态度是，就是说跟现在案情的发展，他们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是，我们再套用一次这个韩国院长那个国庆晚会烧脑他们都很觉得烧脑哈。那再来讲到橘子的这个角色现在因为变成3位一体了账房随行再加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监视锦衣会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我的了解啦，比较就是说跟他共事过的人跟橘子共事过的人，他是说橘子会帮柯文哲处理，比如说他去演讲，他去哪边那个钱是橘子收，OK， 这些钱就是橘子处理，所以确实他们的研判是说，确实有可能，比如说这个陈佩琪讲说有一些演讲费啊什么，确实可能就是橘子经手，然后再给陈佩琪是有可能的，那他们是说橘子如果要去管到大钱，他们觉得比较不合逻辑，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橘子一句话都不讲？但关键是他如果按照北检的那个新闻稿，他现在是证人，对啊，他也还没转被告没有啊，证人也可以说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越洋，就像那个邵秀佩那个时候，那他先请川博发了一个声明，然后他接下来就回来。不过邵秀佩关键在于公务员，他北院已经说他是畏罪了。对，现在也有人说橘子畏罪啊，那时候不是也有人讲？对，但是北检没有对啊，检方没有说他畏罪，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北检要不要传他。如果比如说北检说，这个橘子应该要回来说明，比如说是一个很强硬的态度，我相信这个徐子瑜他不是那么，我觉得一个就像刚刚这个一山讲的嘛，才30多岁，37，他不会拿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涯开玩笑啦。是啊。如果检方真的一定要他回来，我不相信他不敢，就是说还要坚持不回来。因为好这一段是好了，就是镜周刊的一个资深记者，刚刚小玉讲嘛 ，OK， 那他讲说橘子其实是8月29走出去的，对，然后应小薇是8月27。但我觉得，如果他是应小薇8月27，然后被拦，而且他是闯2个地方嘛，在台中才被拦，对，那媒体上是说是柯文哲叫他赶快离境，对，我也不知道，好，这个是媒体的报道了，是不是柯文哲叫他离境，不知道。可是如果假设你真的自己也觉得说，我如果真的在这里面有扮演什么角色，应小薇被拦，应小薇不知道他被禁管禁管你当然不知道，好不好？只有你到了海关以后，海关会知道。
难道不担心橘子去也会被禁管吗？应该不会啊，因为那时候橘子是你这说大家都不知道橘子，对，不知道。可是没有人知道说检方知不知道橘子啊？不过小五哥这里面有一个逻辑的错误，就是说，如果应小薇要出境，是说他已经跟所有跟这个涉案的他认为涉案都讲说，哦，你这个案子要开始了，大家赶快跑，赶快跑哦。那柯文哲的 USB 为什么还会被查扣？这个大家讨论过，说那个 USB 为什么不冲马桶或什么，是不是？对啊，所以就是如果柯文哲有可能是里面藏的太重要，是账本嘛，对，而是如果没有那个 USB， 你就领不出钱嘛。没有，所以我才说，就是这个东西，即便是真的领不出钱，我一样要把它处理掉，否则这个东西烧回来，那不是这个就是制造这个强力的有力的证据嘛？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当然因为现在橘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连北检都说，请外界不要多加揣测。我是觉得现在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看媒体上面讲橘子有多厉害哦，是个神通广大，但是实际上他在日本的角色，如果连北检都不及，那我相信民众党现在也是觉得说奇怪啊，这个人有那么重要吗？如果因为好，我们再用金周刊这个资深记者讲，他说检方有透过检方有透过深受橘子信赖的警界人士，大家都觉得是某一位，只是没有人能够确定到底是不是那位警方人士，得到了一个结论：橘子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回来了啊？为什么？各位，橘子如果照这篇报道说他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回来，你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吗？橘子未来大家都说，那你还年轻，37岁。如果真的检方请你回来作证，或是你不回来，检方要不要转被告或什么都有可能。转被告发布通缉，那是几十年的事。而且各位，你现在去看一下贪污治罪条例，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第8条，但应该是第8条。如果你犯的是4到6条，就是收贿 ，OK， 不管有没有违背职务，如果你犯的是这一条的话，它第8条里面明定，在侦查中，如果你是自首，免除其刑。如果你是侦查中自白，橘子如果现在要用这个角色，假设检方真的转被告或什么这些的话，那只能算自白。可是如果你自白，把犯罪所得缴出来，然后同时如果查获共犯的话，他还是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检方没办法决定你到最后法院判的话是什么。可是如果符合这些，我相信啦，如果大家要沟通，找有利人士或是中间协调的人，那个谈的方式一定是，你如果真的能回来，有相关重要的证据能够带回来或什么的话，检方在最后起诉的时候一定会加这一段。那因为他所以才能够什么什么的，建请院方能够免除其刑或什么，一定会加这一段啊。所以对，如果要是橘子真的有这么重要，他扮演了什么角色，或他手上的东西，那假设要劝他回来，大好的青春或什么，大可以用这个就直接跟他讲，大家想办法沟通看看嘛。检方也一定也希望说，如果以检方现在的角度，那媒体上报道是吴宗宪检察官，他现在是立委，他也觉得99.9999%应该会被起诉。OK， 那大家的学法律的人大概都是这样讲。那如果对橘子来讲的话，我可以有这样的方式沟通，我为什么要待在海外不回来，让你们大家天天讲成这个样，然后要提心吊胆或怎么样？这个我没有办法理解。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太没有道理吧？我们不是橘子，我没有办法帮他对不对？你告诉我是不是没有道理这件事情？如果这样来看，伟航，你能告诉我吗？没有道理吧？这橘子的角色哈，我觉得大家刚才举了很多例子，不过你从关系层面来说柯妈妈的远亲所以这个叫做外戚。他所做的工作呢叫进士。这个是宦官。你把东汉末年那几个角色全讲完了。历来东汉灭亡的原因，集成一身啊。那当然你可以说他的可能他没有那么样的聪明，会能够处理一个很大的仗。但他应该知道很多柯文哲见了谁，然后有谁拜托处理什么样的钱这个里里扣扣的细节很多，橘子不见得会记在自己的脑海中，他可能就经手都过了，因为这是做这种角色，因为我过去也是随行秘书，我们都知道我哪会记那么多啊，我经过了就出去就这样，所以原则上他大概知道自己去可能扫射范围会很大，自己回来应讯的话，扫射范围一定超级大的。好，但是呢，他可能手上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回来台湾，
啊，我要是什么都说我不知道，我忘了，会不会这个压起来压起来？这个就是有逃亡川镇之意，人还真的就在国外嘛，国外回来你别的不讲了，最近高雄那个。对，不是才刚回来就拜拜了啊！所以原则上来说啦，我认为他现在在没有人可以联络的状况下是很怕的。但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尝试跟橘子联络的一些人，实际上检方都已经叫去问。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尝试跟橘子联络的一些人，实际上检方都已经叫去问，就是所谓的橘子的朋友，陆陆续续都已经应讯去问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橘子也会觉得说，好像身边的还有的线陆陆续续消失，他会不会选择不讲话？因为之前据传他还有主动联络媒体，那他之后会不会消失不讲话？这一条线会不会消掉？因为的确人就在那边嘛，我们跟日本也没什么引渡什么的，所以现在这一块我觉得。就完全看橘子他会不会主动。那伟豪，那这样问一下，因为你对于包括科技啦，所有这些包括虚拟货币，所有这些东西，那搬钱这2个字，好，它真的有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吗？这是媒体报道。柯文哲有没有讲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验证。媒体报道说有这一块。好，我们单以那个科学来讨论。请问一下，搬钱这2个字，我这2天看了很多一些资讯，它真的在虚拟货币界有特别的一些意义吗？好，他搬钱，那是什么党部搬钱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党部搬钱，然后你要延伸到有一个，比如说冷钱包，你要赶快把它带走或者是拿一串密码提示词，赶快把它带走。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来注意那个报道本身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当然了，科技业什么名词都会有，那种暗语非常的多。但是会不会有这种状况？你要注意，现在相关包括什么好看好钱这些，唯一出来的一个可能的管道，就跟吴宗宪跟柯文哲的聊天的内容，不就是吴宗宪讲出来的吗？所以所谓好好保护这笔钱400万什么，不就是橘子自己讲出来的吗？那他何必要去把它美化成我要搬钱，除非要串供。除非就是要串供，就是有这样的密码，你叫我保护好的钱，我有好好保护着。你不要讲这2天，连柯文哲昨天出来应讯，有没有戴眼镜？没戴眼镜，那个解读有多少？你告诉我。是一个暗号。对，是不是串供？对，还是要表达他被这个刑球打到眼镜都飞了？这个就是大家都可以解释啊。但重点是，就是我们真的。因为大家都是现在透过放话，我们不太确定这一个证人或这一个可能加可能的被告，他智力有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那老实说，在技术处理上的确有很多疑点，比如400万如果是现金，对啊，它是怎么样出去的？你要再怎么分拆？其实现在过 X 光过什么？其实你要说人家也会摸啊，就是大家有在过机场，你会知道，如果放身上，人家也会摸；放箱子，箱子也是会照得出来的。对啊，那一叠是看得出来的。对，就是到底要怎么弄出去，这是有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且传出来的说法很多，说我们橘子只出去一次这样子，又说橘子来来回回好几次，很多次。如果来来回回好几次，就不是827、829的问题，他早就知道了嘛，不然来来回回干嘛啊？所以像这类型的细节，就是它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不过我觉得啦，就是我们刚才才讲到，橘子可能结合外戚和进士2种身份。最近张敬远被拉出来讲，他就比较像是依照，比如说我们流传出来的消息，包括小玉姐的爆料啊，他会比较像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就是参战的，在旁边出个意见的这一种啊。这个地位跟你刚刚讲那个就不太一样了啊。这个基本上不涉入，但一张嘴会讲，偶尔出一个意见这样子。我帮你介绍一个谁，这个人可以用啊，就是所谓内阁机制嘛，就是也有人讲到他就是柯文哲的一个什么财经小组、财经团队的人嘛，哈。好，他可能就是负责柯文哲的钱的这一块。那包括许淑华要讲说，他的专长可能海外，也有人去讲说他可能搞不好也懂虚拟货币等等的。好，钱包性质这么强，那么它的背后的金流脉络会不会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因为其实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找来的图，我来跟各位解说一下，这是卧槽找出来的，它上面是这个。这个叫台北市的前进城市论坛协会，这叫黄国昌的这个协会，他被开了一个停车费，但没有交。仔细一查，这个停车费的地点是什么？刚好是民众党在基隆选前办宣讲的活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
黄国昌的协会的人在现场附近停车没交钱被追缴，所以上网公告。好，一样是这个协会实际上也是用来选举用的那这个协会是现在才大家才终于被抓的，其实8月多过草就有抓出来，这就凸显了我们现在还在讲众望才在讲柯文哲的什么新故乡，会不会还有其他分支出去的，也都承担选举任务？也就是明明是军援总部，他就在做选举的事情；明明是慈善的基金会，他就在选举事情。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其实张晋元这个角色出来之后，他的蹦呢出去的范围会远比橘子要来的更大、更广，因为牵涉到金流的部分。张俊元跟有人讲说，在柯市府那个时候，有很多市府的一些他也有引荐过，是有吗？刚刚老师讲了说，张晋元角色像文渊阁大学士，然后文渊阁大学士在清朝、明朝算是很里面的那算首辅角色嘞。而且形容其实，柯 P 最喜欢的、最推崇的哪一个清朝哪一个皇帝？雍正创立叫什么？军机处嘛，所以老实讲啊，你说张晋元像什么？像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吗？军机大臣军机张金啊，小一点嘛。军机处行走，上书房行走，上书房行走，那是军机。大家现在要开始讲那个古代历史就对了。现在我等下跟大家讲一下东汉末年最有名的那一段，包括大将军何进跟十常侍之间的斗争，你都只听过，包括从董卓到袁绍啦，那后面那一段，前面那一段才精彩。十常侍跟何进之间，你可以想象，手握天下兵权大将军何进，他的妹妹何太后，整个来讲的话，谁敢动他？没有，光皇帝旁边的太监十常侍把大将军何进引到宫里面来，引进来以后，何进要进去，旁边所有的随官说不行，有诈，我是谁？大将军何进，谁能奈我何？天下兵马尽在我手中。进去以后，过没多久，一颗人头丢出来，何进的人头。十常侍就这样干完以后，外面所有的兵马就疯了，直接冲进内宫里面，尽杀十常侍。从此以后，一片腥风血雨，展开东汉末年。接下来就是三国。好，结束，来继续歪楼一下。刚刚在讲，如果雍正的时候，大家在讲那时候没有锦衣卫，那时候也没有东厂，雍正那时候叫。现在讲零干处、沾干处啦，所以就说特务机构啦，所以那时候橘子叫特务机构，所以他那时候雍正的年干处啦，所以张晋元是他的那个，就说军机张金啊，军机处行走，然后推荐的包括。因为张晋元过去在开发永丰金，他有相关的财经背景，金融相关确实有他的背景蛮强，所以在他的推荐底下，你看，包括陈庭儒啦，那个悠游卡公司的董事长，还有包括邱一凯啦，一凯后来进来悠游卡之后是当总经理。我们在包括在节约我们部门咨询的时候约谈，邱一凯是不常来的可是因为民党的议员就很喜欢点邱一凯嘛，因为邱一凯肩负的不是只有悠游卡而已，而且有他的特殊的任务了。对了，还有包括这是吴家园是悠游卡，总经理啦，陈庭儒是接那个吴家园的啦，都是啦，我是你的行走，军机处行走，军机处行走哈，那我还要付钱给你哦，我要付银两给你，所以这些都是张晋元引进来。你说张晋元对于柯文哲，除了刚老师讲钱包之外，他的影响力还有实质嘛？光这些人负责的，包括悠游卡公司不是只有资本额几亿而有10亿不到，可是因为你知道悠游卡还有那时候在推，包括第三方支付要推悠游付的时候。可以跟民间银行企业结合，那个是多大的饼啊！光透过那一些利益，你看，我要跟银行签约的时候，我可以用悠游付支付的时候，光那个人脉签约的时候，好了，不要有讲什么对价关系了。我跟银行界担任好朋友的时候，未来选举不是很好选举吗？所以张晋元负担的任务是这样子的。那说橘子，我就这样，橘子当然他在年干处负责任务偷拍那是其次啦。可是我觉得他去日本，我觉得说吸带400万，我觉得有点瞎了。400万大概有接触人上，因为阿根议员有我们选举到募款400万我没有拿过了，可是400万大概一套这样子至少100万。吓我一跳，我以为400万就是这样，不止啦，一叠啦，如果400万大概这一叠铺满，大概这个盘子铺满了。你放到哪里 X 光机过得出去吗？还有过去我们在看电影，不是在看那个什么，那个华尔街之狼，他们最后在走私的时候把钱不是都绑在身上去瑞士吗？台湾不可能啦，你出去一定被看出来的。所以是这样。有没有可能透过地下汇兑啦？我也听过很多财经界的朋友说，大陆经商要汇回来的嘛。
不是像这样把钱大大拿回来，有没有透过地下汇兑？这有可能啦，这才有办法啦。所以包括橘子去日本，如果第一个它的重要性真的有那么大的话，有担任多啊，你讲的车手啦、邮差啦，把那些钱经手给柯文哲的话。第一个 USB 已经里面有资料了嘛？那橘子什么时候要回来？这才是关键啊！我觉得他带出去不太容易啦。那第二个，如果他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回来，台日没有司法互助没有司法引渡他怎么办？那继续躲下去的话，这案子不是变成卡到死结了吗？还有另外第三个，我在讲说，一开始收押的时候是李文忠嘛，还有那个彭振声，彭振声。约了借题了8次，可是他一开始收押是用图利8次你要说啊，你到底是不是上面指示，是不是柯文哲指示，还是你自己决定？这个一定，你这个早就问完了，这个你在播玫瑰花瓣，是你不是你，是你不是你，没有必要嘛。所以我认为不单单只是图利而已，有没有经手相关的金流？因为你看当初9月的时候收押，那时候收押那个彭振声的理由是什么？图利跟贿赂相关金额重大。所以当李文忠也是一样违反职务收贿罪，也借题2次而已啊。彭振声借题了8次。我认为是有相当大的突破，所以这几个点是在连线这样，所以图利是一个啦。我觉得金流要怎么去突破，从这几个人谁可以转污点证人才是一个破口啦。现在是其实那个400万台币，说实在金额是不小了哈。但是你说如果只是要把400万台币拿出我们国门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随便举一下。你美国运通卡那 Bank of America 那个旅行支票，那才几张就解决了啊！这400万哪有对吧？对，那个旅行支票，所以我认为非常有可能，而且以橘子他的家世背景，他本身自己资产那么丰厚，他说实在话，他现在要在日本，即便他现在没有取得身份，只是游学的话，以他那么丰厚的家产。他要留在那边不回来，非常有可能啦。只是游学的话，以他那么丰厚的家产，他要留在那边不回来，非常有可能啦。这也是他不想回来也不敢回来的原因，因为他不愿意冒这个险嘛。而还有加上他们过去有2代的交情的话，他总是对柯文哲有一定的信仰跟忠诚度在。那考虑到这一段是我觉得您刚刚讲信仰跟忠诚度，会不会是因为最起码你看橘子确实在他旁边，大家本来都以为只是随行秘书，后来才发现随行秘书，因为是从卓冠廷跟柯文哲的那个官司。那柯文哲传橘子作证，而且橘子作证说的是柯文哲所有跟人家只要有纷争或什么都会跟他讲，那就往上提了一些，再到现在讲，如果真的有陈英柱那300万的话，如果是橘子去拿，那再往上提一些，就是它的重要性。那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来施俊伟，第一个。除了橘子，张俊元刚讲，最近这一阵子浮出来的角色，那 USB 里面解密的一堆的，尤其刚刚讲那超级宇宙无敌豪华证人团，不管有没有那些人亲口证实，这个我没有办法讲，但有一个人亲口证实一件事，就是谢国良，最起码他证明他的家族长辈是有200万，他证明有这件事，但是他讲说他也不能多讲，检方如果有问，但是最起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有200。如果谢国良这一块的话，他是证明说有这件事，但是家族长辈因为很感动，听了演讲很感动，这件事情一路再往下去，你觉得会再爬出一些什么东西吗？我认为很多，比方说光是这个他在永丰金这位张耀元这位本身，因为他有掌理过那么大的银行体系，所以对于说要如何把金钱洗干净、洗钱，或者要洗出海外，人冷咖啦，极细咖啦，也就是说，在整个柯文哲这个独立甚至收贿
假使这个收贿是事实的话的这样子的过程，一开始这样子怎么安排，连要行贿者那找来一起谈如何来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他是最好的帮手，不是这样吗？更何况他跟柯文哲是一个样子，他们就是往这种新政治去开发一些新的方式来骗这些政治的狂热者，他们都是这样的方式啊。而且他们的人品都差不多那个调，所以我相信检察官他们现在一定非常大的重责大任，他们知道说，如果要从图利那跃升到这个收贿贪渎这个，他一定有非常确切明显的罪证，才有办法直接来起诉。所以我的研判是，这些其实情况证据都差不多了，但是下个礼拜会延押他再多2个月，再来更确保这些罪证的一个更明确。OK， 而且他们也还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道德的召唤，那个请这个橘子回来。尤其我相信橘子的家属如果念及说，他们的父祖辈是我们在台湾那么那么伟大的精英的话，我相信光是这一点，光用这个荣誉感、责任心，就亲情的召唤。让橘子有个机会能够幡然醒悟，回到我们台湾。可是这整件事情，你如果最近跟很多朋友聊到这些事情，我相信大概街头巷尾大家都在聊这样的一些事情，会有很多人会有很大的一些感慨。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专访过柯文哲主席好几次，那甚或一直到我还是讲说到去年11月15号蓝白那6点协议。下午签完以后，然后柯文哲主席，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就来我们节目专访。你在所有那些过程，因为一直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在台湾是不是真的就是两党政治，蓝绿之间，难道都没有所谓的第三势力，真的能够让大家有另外一些选择？柯文哲某种程度在那个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你说包括现在民众党，最近看起来民调虽然有出现这样一些事情，最起码还有大概10%左右，或是生活多一点点，像这样一些的支持度。可是这所有的一些的案子走到现在，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这样一些的感触？最起码好，第一个，柯文哲主席还没有被定罪，好吧？不管他就算被起诉，也不代表他有罪。那要到最后的定验才知道最后是怎么样，要不然无罪推定是。可是光以最近出现，不敢讲谢国良讲的那200万，因为最起码他们讲说是要捐民众党嘛。可是似乎这个200万是不是没有进民众党？对，是。那他到底到了哪里去？对。如果陈银柱真的有那个所谓的300万，装潢费，那这些所有相关，光只要这些事情。那更不要讲说，有些人质疑的或媒体爆料那些，我没有办法验证的。可是光这样一些事，一闪是你跟了最久，没错。跟你当初看的柯文哲，跟现在的柯文哲，这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对，就像讲谢国良的200万跟那个博弈大亨的这个300万的装潢费嘛，好。这个东西本来都有可以透过合法捐助给政党的方式，你透过一家公司可以捐给政党叫300万的额度哦，你本来可以合法捐到民众党，你为什么不直接这样捐？你就直接叫这个不管是博弈大亨或者谢国良你用一家公司直接捐给民众党嘛，这样子对于民众党来讲的发展也很好嘛，也不会被人家说谢国良好像被人家说好像手淫啊疼，这是多难听的话。我就是捐助一个政党，我就是一个企业，不管是什么这个大鲁阁也好，我就是捐助民众党，我觉得你很好，所以我捐助给你，本来都可以合法的进去的。柯文哲到底为什么不愿意？我都觉得柯文哲不只是贪，而且小气。为什么他对民众党都很小气？他对于民众党的责任叫做我的募款责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堆募款责任用人头进去之后，我150万捐给你民众党之后，我进去民众党，重点来了。民众党的钱不好用嘛？媒体曾经报道过这段话嘛？钱不好用，我就不希望捐给民众党。即使我是主席，我都不愿意捐给民众党。我在透过政党的合法运用去发展党务，他不要。他要的是留在他身边，他才会放心。这个才凸显出柯文哲这个人贪到如离谱的地步嘛。他宁可把钱放在身边，即使现在钱也不知道他跑去哪里，我们不能完全证明说他放在身边。但是重点是他不愿意捐到民众党里面去嘛。那为什么不愿意捐到民众党里面去？民众党的小草，民众党的支持者才应该生气嘛。你还说民众党没钱，每次选举的时候都还要跟小草募款，每个党费、每个中央委员都有募款责任额，每个立委都有募款责任额，只要你当党代表都有募款责任额。结果你柯文哲呢，
150万捐一捐之后，你剩下募来的款全部不捐民众党里面去，这才是应该民众党出来生气的原因啊！结果黄国昌你现在还捍卫的柯文哲干什么？这个对整个政党的形象影响有多伤？第一个影响。未来别人怎么敢再捐给这个党？我本来要合法捐给你这个政党，被你的党主席留在身边了，名字还被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我还要被检联约询了。那我以后谁还敢哪一个商业界人士还敢捐给你民众党？那你民众党未来的捐款谁还敢捐给你？这第一个影响嘛。第二个，谢国樑的影响更大啊！我直接讲，黄国昌你最好不要选新北市长。为什么？哇，谢国樑都被人家说成是手一压汤，那你黄国昌如果不选新北市长，未来蓝白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如果有这样的联想，未来蓝白合怎么继续走下去？这个大家都会质疑嘛。那柯文哲甚至连蔡壁如那个薪水。好，也转朱雅虎嘛，说我跟老板讲好，跟募薪水。现在他们也没办法解释清楚啊。明明那时候蔡壁如当立法委员就有薪水，为什么你那时候要刚帮蔡壁如筹一个薪水嘛？后来我才想起来嘛。2019年。你根本就是希望吴欣颖是第5名，蔡壁如是第7名，因为我们算那时候的2019的所谓的我们的安全名单大概5名嘛，结果你强硬的希望吴欣颖可以做第7名，后来是我说，因为党团刚成立，你必须要有一个人放在党团里面，才有助于整个政党跟柯市府的连结嘛，否则你没有一个人在里面都是新人的话，你没办法去运转整个党团，柯文哲才接受，而且他接受的时候还补了一句话。蔡壁如，我什么时候叫他下来，他都会下来。所以我这样跟蔡壁如讲，你如果真的被约询，真的把实话说清楚。柯文哲是怎么对你的？你没必要在帮他背了30年之后，你现在还帮他背，为什么这么讲？你负责了什么？为什么是8月？后来我查到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叫做2020年8月15号的新闻，8月19号的新闻。8月19号，当然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高雄市长补选。那一年，民众党推出了一个人，只拿了4%打。柯文哲要蔡壁如负责交出组织部，把所有他在党内的全部权力全部卸掉。所以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他也要求蔡壁如要辞掉立委，让吴欣颖递补上去？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吴欣颖是当不分区立委，而不是蔡壁如。所以蔡壁如负起了所有这个所谓补选失利的原因之后，柯文哲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跟金华城要了一份给蔡壁如的薪水？而蔡壁如你就是一份薪水而已，柯文哲的眼里你连立委都不够格。OK， 那刚才易善讲的那一段，尤其讲说朱雅虎讲，那是媒体上报道说在朱雅虎在跟蔡廷或者是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一段？那这一段恐怕一样，要等到起诉或不起诉以后，最后你回头去看那个起诉或不起诉书里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这些所有的过程，我刚刚为什么要先问易善？因为易善跟着柯文哲旁边跟很久。再来就是小玉，你是天生摘嘛？大家那时候开玩笑讲青蛙瘦啊，你是排不分区33名的啊，对，最多到32嘛，你排33嘛，大家就那这玩笑话是一回事，是。可是你自己看着柯文哲过程啊，有很多人讲很多，可是柯文哲从以前，你说他从在台大那个时候，在地下室那个时候，感觉上连蔡壁如后来不是还讲了一些的故事，有没有？他连人家那个厂商的便当还是那什么东西，他都把蔡壁如给骂了一顿那些，对，然后去吃了一顿好像是2万块钱的餐还是或什么，然后就回头会看了第2天的排泄物，讲了一堆的话，对。可是为什么现在有人讲说钱会改变柯文哲？为什么？我先讲我自己的那个亲身经历啊，就有一位政论界的大哥啦哈，其实他说他很早就看透了这个柯文哲，因为当时柯文哲要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负责帮他募款，好，尤其是很多的那种独派的金主。独派的金主，他们那时候就是那个一桌如果这个大概都是10万，然后那个一桌大概就是100啦，然后就是拿那个布袋啊这样直接装现金。这个易善都有听过啦，因为我们都认识那个政论界大哥，然后他那时候是这个想方设法都一直帮他募款，因为他是政治素人嘛，而且柯文哲都不开发票，就直接这样现金拿走。那就是说后来他就看到柯文哲去讲什么两岸一家亲啊，那些独派金主都非常非常的气愤啊，哈。那时候他就因为那个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他就一直在骂柯文哲。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跑柯文哲，我们是对他有感情，我们就觉得说，他就每天就听你刚刚讲的那些话，我就觉得他怎么会是这种人这样子啊？所以那有一阵子就是其实就关系很紧，我就是不想听这些啦，你就不要再骂柯文哲，我不相信这样。但是后来我觉得说他当然身边
边有一些，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就是有个报道是说他天生就很爱钱，看到钱还分3、6、9等啊。但是我也认为说他身边有一些人可能对他产生一些影响。刚刚大家在讲张敬源，你知道？张敬源，我这几天自从张敬源这个名字出现之后，我接到超多的爆料电话。你知道有永丰金打来，有开发金打来，有花旗打来的，还有因为张敬源叫 Michael，还有大老板打来说这个他跟他喝酒不付钱的。Michael 哥，喝酒赶快付钱，酒钱没付的赶快还给人家。你怎么知道人家现在是个公报私仇？就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打来以后也这样。那你也说永丰金嘛，就是你可以说永丰金他们就是因为他那个老板何寿川现在还在官司当中嘛。我当然相信，可是这也太多了吧？对，这么多啊，打来都没有好话，都没有好话，就一直在讲他，就是讲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你只能说听完之后，你觉得他是很有争议的人。譬如说，他去跟那个黄国昌开那个什么科比亚，就是那个吹哨子联盟的那个嘛，科比亚协会，对，是这样讲。吹哨协会。那大家会觉得说，你自己本身就是跟永丰金你自己有争议，当然他自己啦他自己去揭发什么永丰金贱卖资产，揭发永丰金涉入诈财案这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永丰金也告他贱卖资产。可是呢，他就是因为冠上了一个吹哨者，我是揭弊者我还揭发我的老东家，所以呢他现在突然变成一个正义使者。可是殊不知，他也被这个永丰金给告那个他是贱卖资产，而且这个打电话的人还讲说他当时多勇啊，他是一个非常勇的人。他当时那个老东家就催他还那个电脑嘛，因为那个电脑有非常多的那个秘密在里面嘛。结果他还了，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熊的事情，他泼盐酸，他把那个电脑泼盐酸3台电脑还回去。那个电脑打开来，什么都不能用，对，就不能用，这比泼咖啡还夸张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第一个能言善道，第二个，因为柯文哲那时候上任的时候，他是当他什么开发经济顾问啊，那个时候就是说，柯文哲也没有认识什么金脉，所以他帮柯文哲牵了很多的这个金融界的人脉嘛。就我跟他讲，他担任永丰金他那时候旁边坐的是谁？他旁边坐的是连胜文连胜文是永丰金的董事那时候连胜文还讲了一句那个很经典的话嘛，因为那时候柯文哲想要认识蓝的人脉嘛，然后那个张敬源说，那我帮你签那个连胜文，怎么可能？他们两个是不共戴天之仇不共戴天之仇他怎么可能？就连胜文就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啦，他说我什么都不能跟你保证，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是，我见到柯文哲我不会打他。对，所以你就知道他当时帮他签了蛮多的人脉。后来那个蓝白合的时候，连胜文确实有出力啦，对啊。好，那这个我是说从张敬源开始签，因为张敬源的争议蛮多的。那是不是说柯文哲他一个素人，然后看到台独金主捐这么多钱，每个都10万这样子，那还不开发票，也没有感谢人家，害了这些帮他牵线的人都还要一个一个去感谢，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很多就是让他原来原来选举加好坦这选一个就可以加好牙。那所以我要讲是说了你看，包括我们说那个嘉义的文人他就捐了300万他说是要装潢党部，那就要问一些这个民众党的了这个口比亚或是自诩为正义之士这些人，当你们如果去做了。那个装潢过的那个党部，我不知道装潢了没啦。装潢党部，你可以发现说，你上到冷气，下到你坐的椅子跟桌子，如果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文人这个博弈大亨的这个捐钱捐助你们的这个椅子，你们坐的会如坐针毡，还是好坐吗？如果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文人这个博弈大亨的这个捐钱捐助你们的这个椅子，你们坐的会如坐针毡，还是好坐吗？我是想要问这个问题啦。那还有就是说，他后来就是已经，如果这些这个到时候起诉是真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讲伟航，你自己看过，你觉得他从什么时候？你觉得他有变吗？或者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不是理一个头发，他改变 Sando 造型，会吧？平常讲那个造型改变完，我看了都有点不太习惯，是因为不太像想象中的阿伯。但是那些好像媒体有报道，当他听到理一个头发有这么多钱，他也吓一跳。对，可是那些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是开始改变的一切开始吗？好，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是柯文哲一般大家常有的印象嘛，就是非常高的高腰裤啦，然后旁边会。那个有一个手机盒对，这个年代还用手机盒，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了好，我们从这样子的形象来讲，这一次的他为了访美，黄珊珊带他去剪头，
啊。那这个剪头事件还有延伸，那个延伸的我们不讲，我们回来这一个服装大改造，他甚至提到了，在帮他设计服装的时候，还要求他把这个手机盒拿下来啊，这整体造型才会对。那柯文哲不管他这是开洋荤还是怎么样啊，他就是有了完全不同的设计，看起来当然精神多了啊。有的人说，他尝试做这样的形象改造，撑不久，后来又变回去啊，所以这也不是什么人要衣装不衣装的问题。重点是现在我们刚才从小玉那边一路讨论过来，柯文哲什么时候变了？还是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人？其实这个问题有点像大概3-4个月以前，我们时代力量内部在讨论了，黄国昌是变了，还是他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说，以前在时代力量有一个拘束器把他拘束，所以黄国昌他会去扮演某种人设，但是一旦他离开时代力量，这个拘束器拿走了，他就把他的本性极大化出来，好，变成了他想要的那种样子，就不是一个理念型的样子。那柯文哲呢？他的拘束器什么时候拿掉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原来一开始的确是他的人马是四面八方，这四面八方大家其实原本可能是敌人啊，原本也不见同一个阵营，我会彼此互相监督嘛，所以他的这个团队一开始其实还是可以照着原来人设走，可是后来人慢慢离开了。亲近他人被换进来，听话人换进来，换到最后一批外戚和宦官都出现了。这个他显然是有渐进的过程，但我这边补一个小故事这跟时代力量有点关系，也跟黄国昌有点关系。我们曾经在中华东路上办了一个居住正义的晚会，这个晚会它主要是黄国昌办的，时代力量还非常多人力资源，其中有一些是柯文哲最前期的幕僚。也到了现场，因为还是比较理念型的嘛后来离开柯市府了，可能到时代力量这边一起来努力。在这一场活动，柯文哲也有来，柯文哲来到现场是晚上，其实就是意思下台北市长来关怀一下居住正义，但让他看到他过去的幕僚，他是讲了一句话你在这边是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来？意思就是参加这个活动对你来说是不是有钱赚？有什么利益不然你在这里干嘛？那这句话讲出来，哇，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时代力量人同时翻白眼。这个明明就是居住正义，你搞不搞得清楚今天来的活动是什么？大家能够来这边，他还是做理念的谁是为了做钱的呢？但他会觉得说你这个家伙原来在我这边，你跳到这边来，是不是因为这边有好处？你记得吗？那时候是苏立琼吗？对啊，四大一那一次，对，苏立琼结果后来离开，对。那是柯文哲，是他离开以后讲的那段话，没糖 Q， 对，说在这个都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对，那个也引起大家很多的一阵的那个纷扰。也就是说，他会认为一个人之所以离开我，一定是其他的地方给的更多的好处。你要注意现在的所有的解释脉络，包括像现在黄国昌跳到那边去，他解释现在的时代力量的新闻都是不是民进党给你好处？是民进党一定有给你好处但是。我们现在刚刚我前一节讲的那个部分，没有你们那边好处才多吧？你们那边还有钱包嘞。我们现在每个人自己都有扛自己的募款压力，而且我们光是错账17000块，错账17000块，主席都要出来道歉，17000块，人家随便一袋都是200万，装潢就是200万，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残酷的对比这个残酷对比出来，当然我很难讲说。柯文哲现在的这样子的价值观，他能够继续撑多久？因为民众党还在还是有一些人是抱着他的理念继续在做下去。OK， 怎么样？时间？其实我看你不吐不快的样子。就我是最早看破柯文哲的，我你是柯黑1号嘛？对，我真的是柯黑。其实柯文哲在大概9年多前，就是他当市长前没多久，他就开始在抱怨说。台大医院其实对他很不好，说把他的办公室放在地下5楼，刚好在太平间的旁边。后来隔一年他当上市长，我看破他以后我就送他4个字。他说他被放到地下5楼这边，我送他4个字：适才适所了。适才适所。那个怎么解释说柯文哲？我个人认为，有早期柯文哲一出道的时候，所以他确实当时讲的。跟他的一些理念是不错，所以我用鲜奶来比喻柯文哲，也就是说过没多久，鲜奶过了期，柯文哲就是过期的鲜奶，过期的鲜奶跟毒奶一样，
就一样，你喝了就会肚子痛，甚至死翘翘。哦，那所以任何好的理念、好的人士都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你有保鲜期，所以相对的，为什么要保久乳？就是这样，保久乳，虽然营养度差了一点，不是那么新鲜，可是一定的一个保存的话，它保存期可以长。那我们政治就是应该要运用保久乳，不要用这种看起来很新鲜很好，但是一旦它过了期，就是这么糟糕。那像小玉陈荣华说，好多那个小草们我跟柯文哲这样的关系，在我看起来，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的，有2种人你永远想不透，有一种就是专门骗人的人，就是柯文哲，有一种就是专门被骗的，就是像小草。像小玉，我说像小玉这样的，我更感慨的是说，看到现在为止，你看，跑出张耀元这样子的人，你看张敬元，你像那个邱义凯，还有那一堆，我姑且称之为鸟人，然后这些人就是什么人玩什么样的鸟。你看这个张敬元，你看他过去，如果大家冷静的爬出他过去的作为，他怎么违背他的老东家啊？原来他是要掩饰，他有另外其他的这个丑事更糟糕的事，结果他害了他的老东家，即便他的老东家那样子的案子我们还不晓得，对啊，因为他们两边各自有诉讼，各自有主张，司法还没有定论。可是至少他的老东家他们的出身，他们是我们台湾早期的元老辈的企业家、企业界所以他们有一定的传承在，有一定他们的努力，不应该被这样子这个出生之犊只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一些错误、一些贪渎，那么来害了一整锅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那其他企业界通通不敢用，就你柯文哲，你偏偏要重用他，你把他视为最高顾问，那你跟他合作，甚至我认为后续如果检察官查得更清楚，还会挖出他们更多事。所以我补充一点，谢国良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昨天谢国良出面说要200万那个是事实他讲这一些，这证明了说我们台湾的司法界确实是非常公正的，因为检察官他公开说，为什么到罢免投票以后才去把这些事说出来？因为他们怕司法去影响了政治，怕他们公布讲的这些事影响了罢免的投票。大家冷静想，如果这件事是在罢免的前1-2天揭露出来，谢国良罢免票已经提高，甚至他可能就被罢免掉了。但杨明，如果讲到司法跟柯文哲这整件案子之间，第一个，吴宗宪委员也有讲，因为他检察官出身，他觉得99.999%大概就是会起诉。其实法律人大概差不多认为的也是这样。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如果你是检察官，你把这个涉嫌人都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也被羁押了，然后等到你办完以后说拍谁误会一场，你觉得如果你是那个嫌疑犯涉嫌人，会不会跟你讲好没关系，我就跟你输赢到底，还是我把你起诉有没有罪，你去跟法院讲好？可是不管怎么说，当黄昌就讲说，北检你如果敢严押，太丢脸了吧？可是时间快到了，下个礼拜大概是关键期，因为从应小薇的那个要不要严押一路看到现在。可是这几天一直都会有一些，包括做民调讲说，在司法对柯文哲来讲公平与否，类似这些。但你如果真的看的话，还是有一些民众不只是所谓的白银，因为一定也有一些可能也倾向蓝营的或什么，他还是觉得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不见得公平啊。当然，是不是严押这个是看北检他们侦办的进度来决定啦。那至于一定起诉，我跟你讲，现在你说外面问10个，可能有8个9个都跟你说对，应该会起诉。对啊，是啊，那只是说起诉的罪名是什么？如果是图利，那当然相对来讲这一段时间我们大家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那通通都作废了。可是只要今天看起来北检就是很希望能巩固金流这一块，当然，那所以这一块变成是侦查重点的时候，那严押的几率就高了。因为它不是只是办图利罪而已。所以呢，现在大费周章，到处传。我们前面也讲了嘛，当现在柯文哲愿意回到这个提讯的这个行列里面那这个我想北检他可能也许就会那个速度也许会加快一点。可是加快会加到什么程度？
哦，难道今天已经10月已经中下旬啦？他那个延押的期限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开始确认了哦。那你说只传他这一次，因为中间这个有16天的，等于是柯文哲没有办法去传讯嘛。那这个进度有没有办法赶得上，这是一回事啦。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不会违反大家的常识是哦。但是呢，现在民众这个最新的民调又出来了哦，这个民意基金会尤一龙老师的这个基金会他就看到说最新的说认为柯案有没有获得司法公平审理？好，有的47%，没有的34%。好，那如果跟上个月来比，这个可以来比一下就有的是增加，没有的也增加，其实是一个很那只有什么减少？上个月讲不知道的，对，大幅减少。那我觉得当然这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月来这应该说这1个多月来，大家看这个案子，慢慢的本来看不太懂的，慢慢也看懂了。这个月来这应该说这1个多月来。大家看这个案子，慢慢的本来看不太懂的，慢慢也看懂了。不管他是认为有公平或没有公平，他心里面开始有一个想法了。那多数民众本来是抱持着我先再看一下吧，看一下我再来准备要不要上车。那现在慢慢大家有一个定见了。我想这一份民调其实因为他只有公布这个资讯，他没有那个所谓的政党交叉的支持度，所以如果等到这个民意基金会在后续在公布政党支持度的时候，比如说因为像上个月认为没有公平的是26%，而上个月的民众党的支持度是12%。那你就知道说他比民众党的支持度还高1倍以上。那这个月冲到了34%，那民众党支持度比例是多高？那有多少蓝军的或者说其他阵营或所谓的中间选民愿意在这个时候还继续相信柯文哲？我想是关键。可是同样的认为他很公平的也有将近50%还是高于不公平的部分。所以我想这个当然这是社会舆论的层面。我想北检他办案应该不至于去看，对，照着你们大家在外面怎么样的喊，他决定他的进度不可能。而且目前看起来，多数民众还认为他是公平的。对，OK。那今天最新的一个讯息，那朱亚虎不是后来中间一度，然后抗告以后被高院裁定要发回以后，然后还是要收押，然后他再提了第2次提抗告，抗告以后高院确定，高院驳回抗告，所以朱亚虎呢确定要继续往下压。那压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从媒体上释出来的讯息，讲最多的应该是朱亚虎，他讲的这个，讲的那个，然后他在庭上，我就讲说，包括媒体为什么要把那个过程讲到他在跟裁庭，甚或拿着麦克风要巨细靡遗到这种地步，意思就是他就有所本，他是要这样讲。当然这也会引起有人在质疑，讲说那到底有没有人所谓的不是侦查不公开吗？有没有人泄密？所以我才会那天在节目上也告诉大家，一个跟裁庭大概的人有多少。OK， 那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到底是谁跟别人讲这些，那就看各自跑线的记者，大家各自有本事。可是除了金华城这个以外，那当然大家也会关心说金华城是不是要再往下？可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明先请问一下，大巨蛋今天引起大家很大的瞩目是那个 VIP 的包厢，但这跟柯文哲为什么有媒体上也讲也是柯文哲任，这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没有，因为营运契约是柯文哲那时候订定的。我先讲大家对柯文哲这样。柯文哲大家对他小玉包括世间议员都提到对柯文哲的印象的改变。我觉得柯文哲当初其实很多人都很欣赏他，譬如说柯文哲会找我们议员就说那个餐会嘛，便当会，他便当会也不一定吃便当啦，有的吃麦当劳。我也是跟他便当会的时候，他吃麦当劳，他薯条是一把抓的这样塞的，一个大薯大概。抓个2-3次就吃完哇！这个吃完都用塞的，真的啊，大胃王了。就一个套餐嘛，就一个薯条，还有一个餐这样子。我看他是怎么吃那么快，吓到。然后那时候他不是吃东西有在吃播吗？我太太超爱看的。他说哇，他柯文哲吃播好有趣哦。那时候大家就很喜欢柯文哲的时候，柯文哲很红的时候，那时候吃便当有什么好看的？因为我太太居然看得吃津津有味。可是那时候的柯文哲那么红的情况底下，骑脚踏车，这骑脚有什么好看？到现在，我觉得我对柯文哲最大的改观是，柯文哲那时候不是跟财团都划清距离嘛？后来媒体报道说，他居然跑到桃竹语园去跟那个沈清清唱歌，哇，那完全打破我的观点。而桃竹语园对一般人来讲是敬而远之，尤其是我已经小沈，那些500-600万对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政治人物跟财团的距离是这样子的。
你跟财团你不要嘴巴讲一套说一套，你对财团态度上，你平时要需要他是选民没有错，可是如果你对他软趴趴的时候，你就麻烦了。所以这也是啊，这是大巨蛋上，大巨蛋为了包厢，你看我们都去看球，我跟杨明去看球看了很多次，我那个大巨蛋我们去看职棒，我们都兄弟我们都像民啊。就说我们是，我们兄弟的关系啦，不要为了这种事情打起来。对。等下去看我也知道啊，那个大你有去包厢看吗？没有啦，包厢没开放啦。那我们那个一个议员耿威就质疑说，啊，你包厢为什么没有开放？是不是沦为私人招待所？他是这样子而已嘛。那台北市你对体育局，你对万安来讲，那就要去查啊，然后就又提到说远雄要有社会责任，因为大巨蛋是 BOT。它还是一个公共建设，远雄只是受市府委托去经营的，那结果远雄今天就呛市府啊，说啊你市府没有负担，经营风险，不要干涉它的营运了。我就第一个，这好像说远雄是等于市府的二房东一样，你像二房东呛房东，我觉得你的财团这个也太嚣张了，我所觉得啦，你依照契约来讲是这样子啦。契约当然是订定了契约，包括球赛的场次啦，还有包括他的还有包括他权利金啦，这些当然都有签订好，所以双方是有签订契约的一个关系，营运契约的关系。你说市府不能介入吗？当然可以啊，大巨蛋滴水，市府要不要管？还有那个，譬如说座椅，然后因为过去外也是白色的嘛，跟会吃球的关系，市府要不要管？当然要管啊，有负责监督之责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可以讨论的啦。只是说第一个，远雄的态度，我觉得太过于猖狂了，所以难怪被定嘛，他没有社会责任啊。第二个，市府的角色上。市府跟远雄的关系啊，我现在完全不管，然后让你所有的包厢都可以，你随便怎么使用。市府只是要求说你包厢租借要透明而已啊，这个请求蛮卑微的吧？你远雄还呛回来，所以这个还考验到说你一个市府或一个蒋市府对于一个财团的关系如何去回应。那第三个，远雄跟市府签订了一个营运契约，是柯市府签订的，所以包括第一年要举办多少个体育赛事，那未来包括演唱会跟那个体育赛事比例原则，体育赛事还要超过一半啊，这是一个最基本。说啊，你大巨蛋盖来是在办体育赛事的，不是办演唱会的。还有包括你的商场楼地板面积，这个都有限制，所以市府还是有他的监督责任在啦。不过现在看起来，当然大家也会关心说金华城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那在议会跟市府之间也有停不停工像这样一些问题。中石化因为鼎悦，然后上面母公司是中石化嘛，中石化那今天包括他们董事长出来开，我不知道。施建伟，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中石化讲说，反正看司法结果嘛，看主管机关的一些态度，然后他们本身当然，你说如果有需要，银行团有什么要求，尽量再补足所谓的包括资金调度，他们都 OK。所以这样的话，这件事情讲白了，就是看最后法院怎么判，看最后市府有没有要做什么动作。那他们也只能照做，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讲这句话，表面上好像他们很勇敢、很负责任出来回答哦，但事实上他讲这些废话其实现在最清楚，他们就是银行团，其实现在已经在估算了嘛。第一点，你这个没有银行团的澳元，后续他当初这个抵押贷款，除了那个土地借款以外，还有工程借款。工程借款是根据他工程的进度，你到哪一层按照这样拨嘛。那如果银行团不把工程贷款释出的话，说实在话，你中石化，尤其中石化本身它的本业，它并没有那么多余裕的资金啊。这大家在企业界了解的大概都知道。所以那样子的情况下，那么庞大的工程，尤其这个工程又是外包给日商华雄营造公司做，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没拿到任何工程款之下继续帮你完成。所以说实在话，这个工程除非有其他挹注的来帮助的资金，否则这个工程等于先到此为止。那第二点，我们导致整个市府跟我们社会去关注的就是说，如果工程停摆，有两个问题。未来会不会变成烂尾楼，变这一带变成死城，那么影响到附近整个商圈还有包括社会治安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工程本身的危险度因为这个如果没有相当一个后续的工程怎样的一个结尾的话，工程本身的那些危险都还在，因为现在目前暂时做的有一部分都还算是假设工程，所以这一些都是后续要关注的。那在这个部分，我倒认为说，我们现在的台北市政府应该更积极，
不是只是把他说啊，他这个楼板勘验、楼层勘验，我们不配合，我们不去，好，那一切都推给说由法院来决定，因为毕竟法院是针对司法的是非做出判定。那在工程是不是能够停顿，尤其是在这个微晶他们这个集团后续资金无以为继之下，那么必须要。客观就是必须停了哦，因为这个后续他不可能说，因为我楼上本来其他的建案还可以说啊，要不然我先做预售，还可以先收3成的款进来。他这个土地被压，有谁敢来买了 ？OK， 他也不能去做预售，因为在做预售那就是违法的。还可以先收3成的款进来，他这个土地被压，有谁敢来买了 ？OK， 他也不能去做预售，因为在做预售那就是违法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法院已经做出裁定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台北市政府就应该要拿出担当，要很有担当的来针对后续工程如果停顿，是不是会造成这些公安的危险，还有附近治安的问题，以及那附近周遭整个商圈那个是生意影响这个变化，都应该现在就要来做了。OK， 中华村这个案子时间的紧迫性，在未来下个礼拜可能会进入一个关键期。OK， 到底会不会延押，然后或是会起诉或不起诉，那可能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时间1分1秒的过去，但是对全球来讲的话，如果有战争警示线的话，那个也是1分1秒的再往下走。不要讲以色列那一块 ，OK， 中东那一块已经不要讲了。一传是，两韩之间有媒体直接用开火这个字眼，因为确实是包括炸这个，你炸这个，我的火炮部队在那个南韩也在那个38度非军事线以南，他也在做火炮一些的射击。但是现在北韩直接把南韩在宪法里面把它摆成叫敌对国家，而且会不会韩战再现？如果你记得当时的韩战的话，不是南韩一个对北韩，也不是美国跟南韩而已，是联军对北韩。现在美国包括日本这些11个国家成立监督机构，因为北韩这个动作，他们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打一次韩战，是这样吗？没错啊，金正恩推2国论哈，而且他推2国论，我都说不要说我们推2国论，人家真的在推2国论，直接把铁路跟南韩所有的联系铁公路全部炸掉嘛。炸掉表示我是一个独立国家，你也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不止哦，他们也有所谓的统一宪法嘛，未来希望能够统一嘛。虽然现在2国都在联合国有席次，但是我们未来在宪法两边2国都说未来要推动统一哦，他直接要修宪法，直接变成是你是我的敌对国家，我未来不跟你统一了。这个东西大家都质疑的，你认为他是敌对国家，未来真的不统一吗？还是你直接要把它消灭掉？直接消灭掉，我就不承认你是一个国家，所以根本不是2国论哦，直接不承认南韩就是一个国家，所以我要为所谓的武力统一作为一个布局嘛，所以我先宣称我所谓的宪法里面的统一是不存在的，和平统一不存在的，武力统一可能才是我最终的目标嘛。所以除了炸掉之外，而且他们严控他们内部里面可能希望跟南韩统一，而且希望在南韩的统一之下，也有这种人啊。我不是说那个无人机常常丢传单吗？传单还不危险，光碟最危险啊！光碟可以为什么最危险？光碟里面有南韩的歌曲啦，那个 K-pop 啊，或者是韩剧，这个都是北韩人非常喜欢看的。当然不能光明正大的看，不能光明正大的听，但是偷偷听也有事情。北韩一个15岁的学生，因为听了 K-pop， 只不过耳机听一下，连坐哦，而且是连坐，不是他死而已，是全家人人间蒸发进了劳改营。所以这整个对于所谓的人民的严控，对于思想的严控，就是为了所谓未来可能整个韩国都会进到所谓的北韩的这个思想控制里面嘛。所以我要先控制我现在的人民是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至少不信你南韩那一套的，而且不只是人民，包含军人，他们军官唱憎恨老婆爱情妇，我刚才查半天，为什么唱这个就会避了他？结果这是一个歌词改的，他本来是憎恨敌人爱国家，
下一句可能是不爱家花爱野花，他可能唱出来了，当然不是啦，它是一个党的爱国歌曲，他把爱国歌曲，我们其实常常那个开玩笑也常常把这个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傻米猪汤这样也随便唱，我们也没事啊，但是他直接听到了之后，叫他毙了这个长官，而真的隔天之后，他真的就被枪毙了。OK。炮决、犬决也是没听过，对不对？大家都听过以前那段时间很多这样一些的状况。南北韩会不会真的再起冲突？而且那个冲突如果一旦再起的话，大概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大家都知道，包括因为首尔离那边太近，包括火炮或所有这些，那南北韩会不会是真正是大家最在乎的一个动荡？因为南北韩的动荡某种程度它会联动到包括台海所有这些地方，所以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那一块。如果讲到这一块的话，来伟航。是前几天老共的演习，联合利剑逼，是。那联合利剑逼今天在立法院有相关的一些很多质询，包括联合利剑逼老共，大家现在知道他是全挂载，对，他是全弹量、全油量，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包括老共在这里面，包括用LST 啊，所有这些，他真的是要为未来做什么准备吗？好，这个我们来看哦，今天有非常多算是蛮破碎的消息了哈。那当然这边有这个日本哈，他们的这个 M122哈，这个是日本自己的，不是美军的，不是驻日美军，是日本的这个陆上自卫队，他们也做大量走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军演了，日本比台湾还紧张啊，所以他们动作很多。他的意思是，不只是美军有投掷兵力的能力，我们日军现在也有了啊，因为这一套这个语音它就是快速的投掷海军陆战队到前线的离外岛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讲在动台湾的时候去打击我的离岛啊，尝试要先插旗什么的，我也有能力反制。那我们台湾的反制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台湾反制的方法很特别啊，就是大概才一两年前开始，我们台湾的反制主要是通过放话，我知道你们在干嘛，然后你们在做的操演的科目我提前都掌握，所以才会有这一个啊，包括我们看这上面有。联合战备警巡，这跟联合利剑逼是不一样。联合战备警巡每个礼拜都可能发那一次，它会由飞机，有点类似像我们三军的联勇，可是他们是每个礼拜打一次，这样子的感觉。你们在做的操演的科目我提前都掌握，所以才会有这一个啊，包括我们看这上面有联合战备警巡，这跟联合利剑逼是不一样。联合战备警巡每个礼拜都可能发那一次，它会由飞机，有点类似像我们三军的联勇，可是他们是每个礼拜打一次，这样子的感觉就蛮超的了。好，那他说联合战备警巡就空军配海军，他发现我监测到了你们有小型登陆艇，对。然后也参与联合战备警巡，那显然也是立体作战嘛，联合作战就是他要去，当然大的我们说075那种，也许啦会比较贴合大量登陆台湾的需求，但是在大的来之前，总要小的先撤吧，不要连小都开不过去，大的一来就搁浅了，所以他们已经在尝试做这种登陆战的预备。那我们把这个话放出来，当然就代表说你们做，我监控到了，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就是反制的方法，通常就是你们做什么我知道，包括他们这边有提到的全挂载、全弹量、全油量，最大荷载的状况下，尝试飞到哪里？就是台湾的东部，他尝试看能够飞多远。那他起飞不是从第一线沿海的基地哦，他从第二线可能江西、福建的山里面的基地起飞，他尝试看看能不能载那么多的弹量，因为比较耗油，然后飞那么远，飞到台湾东部，然后再飞回去。那他现在还在做初步的测试，所以你可以发现了，实际上他在东部的这个飞机啊，其实它的批次和架势落差不会很大，大概一个批次就2架这样子。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他真的战术编队是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耐航性的测试了啊。那他们还在做耐航性的事，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为战争做准备，但同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传达讯息给共军说，我们知道你在干嘛啊，所以不要以为这些操演他会在台湾的无知的状况下啊，就是去制造不管是狼来了啊，让大家慢慢降低戒心，或者是说实质上你是假的操演，我们知道你在操演什么科目啊，那你们。侵台进到哪一个进程，我们随时能够掌握，这才是我们在立院的这个问答的过程中，其实我认为，其实台湾采取就大家在总是会说，要不要射1-2发出去，警告一下那边来的，就我们是用嘴炮的方式，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情资，其实有很多在你们这个所谓联合利剑逼开始之前
就已经被我们掌握。OK， 如果你问说最近为什么以色列纳坦雅胡动作做这么大，媒体报道圣或真主党整个高层算不算？大概快算团灭吧。说只剩下2个高层还在，其他，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谈。北韩的金小胖为什么最近动作做得更大？某种程度，有人分析是说，因为反正美国在选举，好不好？那你内部的那些事情你也管不了，外面这么多，然后你也要动辄得咎，是不是因为这个样？美国11月大家都知道，美国11月要投票，那包括川普，然后跟贺锦丽2个民调揪得跟麻花一样，然后所有在这些，可是你以为是11月投票，小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对，已经开始了。美国选举已经开始了，是啊，所以未来到底谁入主白宫，对全球现在大家睁着眼睛看啊。确实啊，美国总统大选真正投票日期是11月5号，刚好跟柯文哲要这个羁押的满2个月，11月5号就同一天。事情有什么关联？当然啊，你到时候我们在5哥节目，你是要先讨论美国总统大选呢，还是要先讨论柯文哲羁押？这很重要啊。你想听哪一个？对，好，不管了，对啊。先准备一个箱子来赌。对，这很重要啊哈。好，那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战况还是蛮激烈的哈。根据这个今天最新的这个路透的民调统计哈，就是说以现在剩20天的民调的话，贺锦丽是45%哈，这个赢过小胜啊，川普的42%，只差3个这个百分点，但是也在误差范围以内了哈，还看不出来。但是它有一个特性哦，这一次除了民调都逼很近之外，但是表态率非常高，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的表态率都非常的高，就高于上一次的这个2020的总统大选哦。那包括蛮感人的，这个已经是100岁的这个前总统卡特哦哈。因为他就是有被诊断出罹患那个脑瘤啦，好，脑癌，就医生有说他可能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可能寿命不太长啦。那他的唯一的心愿就是说，他希望他可以活到看到这个贺锦丽哦，可以这个赢得胜选。所以但是他也就是先投出了这个邮寄投票，因为刚刚5哥讲嘛，美国投票有很多种嘛，有邮寄投票，有提前投票，反正有非常多种。所以这个卡特他就先表态啊，他就先邮寄投票投给了贺锦丽，他希望说他可以活到看到贺锦丽胜选的那一天哈。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包括了这个乔治亚州，为什么特别提到乔治亚州？因为乔治亚州是非常著名的摇摆区啊，那它也是开始了这个所谓的早期投票、提前投票。那这次早期投票也破了这个记录哦，有高达25.2万人啊，这个乔治亚州的民众已经开始先提前投票的动作，这个是上一次2020年的2倍哦，这么多，对，已经高达2倍哦。好，所以这个摇摆区哦，这个部分蛮关注。那另外讲到这个一个民调机构了哈，它显示我们先来看哈，它下面这个10月8号的时候哈，10月8号的时候，贺锦丽还是以49.2好比上47.2，其实只领先川普2%哦。但是你看哈，10月8号以后是10月13号，10月13号做的最新的民调哈，这个又更近了。就只有48.9哦，贺锦丽48.9，川普47.2，川普没动，但贺锦丽微幅往下降，两个人逼近只到1.7个百分点。那甚至还说什么，在一个押注市场上面哦，过去几天还发生了逆转，那个赔率还显示川普的获胜几率还反超了贺锦丽。所以总而言之啦，这个在的一些情势显示，就是说这次鹿死谁手真的很难知道，所以。我们那天到底是要先关注美国总统大选，还是要关注柯文哲？先开赌盘，2场都开。对，我们要这边先开赌盘了，是不？美国不会那么快出来，先谈柯文哲，先谈柯文哲。对，而且你知道，因为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大家都知道是选举人制嘛，所以是真的赢得了所有的普选。但是不见得赢得到选举人制，因为美国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所以未来那些民调之间搅得跟麻花一样那么近。川普、贺锦丽最后谁入主白宫，对全球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也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